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中国世界新秩序正在形成。华盛顿邮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法国、中东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可能在未来今年发生变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沙乌地阿拉伯外交部长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外交访问引发了关于北京在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之间讨论中作为稳定外部力量角色的对话，同时为欧洲领导人提供维护独立性的机会，同时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重要性。拜登对民主与专制竞争的关注受到了中国的挑战，通过安全和文明的新政策推动，挑战了美国领导的秩序和普世价值观念。以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支出专案为特征的中国政府雄心壮志，有可能为美国和欧洲造成的权力真空提供解决方案，从而建立一个平衡北京经济和政治实力的世界秩序。这给当前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带来了风险，该秩序目前支援自由价值观和民主。正如 Cointelegraph 之前报道的那样，一些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认为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全球治理体系，而不是由一个大国主导。他与习近平是知心朋友。悉尼先驱晨报。分析人士表示，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近结束的对中国的访问预计不会对该国对北京的态度产生太大影响。马克龙在一个大型商业代表团的陪同下签署了价值210亿美元的交易，其中包括购买飞机和航空设备。然而，他坚持认为有必要对中国的扩张主义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并强调了对关键的印太地区的竞争日益激烈。2018年，他在印尼发表讲话时宣布了印尼的印太战略，此举被许多行业观察人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观察人士认为，随着法国继续适应其更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现实，这次访问可能是讨好亚洲国家的努力的一部分。马克龙在2018年访问期间坦率地警告说，欧洲在访问中国后陷入不属于我们的危机。印太地区是一个正在发生深刻战略变化的地区，中国的力量正在增强，其领土主张以越来越大的力量表达出来。他说，在这次旅行中，习近平说只有知心朋友才能理解这种音乐。马克龙最近大胆地去了中国，以解决乌克兰、台湾和欧洲统一问题，回来时对中国音乐的理解不止。中国人也关心他们的团结，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台湾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专家认为，虽然一些欧洲国家开始背弃中国，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潮流是否会转向推动中国繁荣的欧洲企业。荷兰合作银行 Rabobank 是最新权衡其在中国业务的银行。据了解，该公司正计划出售其在该国的租赁业务，价值约10亿美元。然而，法国正试图通过谈论欧洲自治来对冲其赌注，这一说法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欢迎，并允许他们强调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分歧。如果自由要生存，世界需要一个民主的美国。悉尼先驱晨报。根据瑞典哥德堡大学 BDM 研究所的数据，全球近200个国家中只有24个国家被视为完全民主国家。报告发现，只有14个国家加强了民主政体，半个世纪以来最少。相比之下，专制统治的趋势在42个国家很明显，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位。美国作为西方民主的关键和世界自由的堡垒，其处境凸显了其民主的危机。它的民主地位极其重要，因为其他民主国家在面对其他国家的地方专制政权及其侵犯时依赖它的支援。报告称，中国迅速利用了西方的任何动摇。中国共产党正在通过推广其更好的社会治理体系的中国模式来挑战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大规模的投资。此外，它还提供了总额为2400亿美元的新贷款，以救助根据该计划努力偿还债务的债务国。估计已向该专案下的150个国家提供了1万亿美元的贷款。
中国的倡议现在将把全球文明倡议作为对抗美国领导的安全秩序的替代世界秩序。报告称，特朗普涉嫌的罪行已被强调，但美国是民主方面受到审判的国家。特朗普是一个不变的剩余，一个潜在的暴君，仍然是总统提名的主要候选人。然而，来自反对政党民主党的民选政治家对特朗普的起诉凸显了美国司法系统的严重缺陷，因为自1942年以来，每个纽约县地方检察官都属于民主党。一个政治党派的司法系统永远不会被普遍接受为公平的司法系统，它引发了对特朗普案件客观性的怀疑，引起了对特朗普的巨大同情。马克龙的台湾评论笨拙、不合时宜、幼稚。澳大利亚时代报，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表示，欧洲应避免卷入美国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任何冲突。他的言论在美国和欧洲引起了批评，指责他破坏了西方的团结。马克龙说，欧洲人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成为这个话题的追随者，并适应其他国家的选择。他说，在台湾问题上加速发展不符合欧洲的利益。他的言论引起了人们的指责，称他在迎合北京，因为欧洲官员上周在中国为法国公司争取业务。在马克龙的飞机离开中国领空数小时后，北京派出数十架飞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并宣布战备巡逻。在北京几个月的咄咄逼人姿态之后，对可能吞并台湾的担忧有所上升。许多国家在台湾防务问题上采取了战略模糊的立场，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入侵，他们是否会保卫国家是故意留下的。虽然一些人认为马克龙的评论是对澳大利亚加入 AUKUS 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国防协定的决定的证明，但通过 AUKUS 加入美国和英国而不是欧洲合作伙伴的决定，现在似乎是一个精明的举动。马克龙的外交政策记录并非无可挑剔，被法国糟糕的情报部门办倒是他对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处理不当的一种解释。尽管他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但在外交政策方面却没有达到目标。随着中国的言论越来越强硬，马克龙的言论有可能为北京的侵略开绿灯。欧盟寻求对中国在亚洲的侵略做出自己的回应。德国之声，欧盟和欧洲各国政府在如何解决中国在东南亚的军事扩张问题上存在冲突。一些欧洲军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航行自由演习，但欧盟和欧洲政府对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之间使用军事基地的秘密交易的担忧普遍保持沉默。有人担心中国会进入柬埔寨和缅甸的军事基地。欧盟驻印太地区特使理查·蒂贝尔斯 （Richard Tabels） 在3月表示，欧盟渴望加强联合安全行动以及与该地区伙伴的信息共用。然而，欧盟也希望避免疏远东盟成员国，而是倾向于量身定制的合作，以加强安全。一些东南亚政府反对西方领导人似乎就其地区的安全问题进行演讲。根据对东南亚精英舆论的最新调查，欧盟是东南亚人对冲美中战略竞争的首选第三方。然而，大约1/3不信任欧盟的人表示，这是因为欧盟没有领导全球的能力或政治意愿。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警告说，不要陷入不属于欧洲的危机，因为欧盟有可能成为美国的追随者。巴基斯坦为中国忽视美国是错误的。半岛电视台，巴基斯坦决定不参加美国领导的虚拟民主峰会，而是参加中国的国际民主论坛，这与他一贯的中美平衡外交背道而驰。自1954年加入美国领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以来，巴基斯坦传统上一直在这两个大国之间进行冥想。他没有支持中国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要求，例如美军撤出亚太地区，并通过其葛仲联盟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这一次，巴基斯坦决定出席北京会议，但不出席以美国为首的会议，理由是台湾的参与存在分歧，以及美国民主峰会据称将民主和人权武器化。分析人士认为，
巴基斯坦的决定可能会限制其未来驾驭美中战略竞争的能力。巴基斯坦本可以出席并不同意任何与其国家利益相冲突的段落。他本可以在2个论坛上以独立的声音出现，可以不屈服于任何一方而发言。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重要借款国，其1000亿美元的外债中约有 30% 欠北京。其前国家安全顾问莫伊德·优素福 Mohd Yusuf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讲话，呼吁美国和中国在气候变化和债务困扰等共同挑战上加强合作。巴基斯坦需要与这2个大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并找到促进民主辩论的方法，并改善对其重要的问题的全球方法，例如为气候适应基础设施和债务重组提供资金。巴基斯坦数位权力活动家尼加特·达德 Nayak-Dad 抓住机会，在全球舞台上倡导数字时代的民主和互联网自由的进步。马克龙批评欧洲应该对台湾采取独立立场。路透社，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呼吁欧洲在台湾局势上成为独立于华盛顿和北京的第3级特殊实体。中国将民主管理的台湾视为自己的领土，但并未放弃使用武力将该岛置于其控制之下。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欧洲无意使局势升级并冒着冲突的风险。然而，批评人士说，他的论点对中国过于顺从，就像该国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一样。大西洋两岸的政治人物都批评了总统的立场。日本的防卫计划规模宏大，受欢迎且昂贵。外交政策，日本的宪法禁止拥有陆军或海军，它正在转向更积极的防务政策，并已成为军事联盟的首选伙伴。日本首相岸田增加了国防预算，审查了国防政策档，并打算加强国产12型导弹，并购买美国战斧导弹。最重要的是，岸田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目前的国防预算增加1倍，使日本的国防开支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3高。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以及不断动荡的北韩，影响了日本向更强大国防力量迈进。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担忧也推动了公众对新防御措施的支持。超过 80% 的日本受访者表示，他们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安全威胁。岸田一直在与乔·拜登 Joe Biden 和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等一系列外国领导人会面，以加强军事合作。虽然这受到美国的欢迎，但中国认为这一转向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迹象。此外，国防预算翻一番可能意味着到2025年将主要预算赤字增加2倍。岸田制定了财政政策，使政府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援，但国立政策研究所教授 Narushich Matsushita 表示，日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为军事支点提供资金或减少国防开支计划，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政府债务大幅增加。为什么美国比印度更关心台湾的民主？外交政策，印度主要反对派领导人拉胡尔·甘地 Rahul Gandhi 最近在古吉拉特邦被一名法官监禁，该法官引用他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的侮辱性言论作为理由，引发了人们对印度民主威胁的担忧。印度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然而最近的事件似乎表明，该国在莫迪政府的领导下正在走向威权主义，而西方国家对此基本上保持沉默。莫迪在印度政治中印度教民族主义立场的兴起威胁住司法独立性的削弱、学术自由的侵蚀以及批评空间的急剧缩小。关注的旗帜似乎出现在西方对印度对民主和该国法治健康的承诺缺乏政治或外交回应的情况下。研究印度历史的学者警告说，随着对穆斯林的镇压、对穆斯林的抹去以及对国家的言论和批评的蔓延限制，印度目前的方向可能会比2002年的社区骚乱更大规模地破坏该国的稳定。虽然中国迫在眉睫的威胁笼罩住美国和西方国家，但他们需要考虑本国和盟国的民主斗争，这将有助于恢复民主文化。这种文化促进民主的基本价值观，如言论自由、
对竞争对手的批评允许政府继续前进，而不是走向威权主义。伤亡不会推翻普京。外交政策，西方政府报告说，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的损失接近惊人的20万人死亡或受伤，其中大约4万人死亡。这些巨大的损失在俄罗斯几乎没有引起公众抗议，但这种情况可能不会继续下去。受伤的士兵正在回家，在前线讲述生与死的故事。那些在行动中丧生的人有朋友和家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损失的规模，对战争的支援将更难维持。无论媒体报道如何，不断上升的伤亡人数都将使普京的精英亲信更加难以保持联系，并使群众满意变得更加困难。精英团结一致支持战争对于确保公众对伤亡的容忍至关重要。尽管伤亡人数众多，但政治精英们在支持战争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公众共识。没有俄罗斯高级官员辞职抗议，那些批评战争的人也没有这样做，理由是损失太大。克里姆林宫对公众反对战争采取了零容忍态度，甚至以极大的凶猛镇压即使是轻微的罪行。然而，这种镇压是对现代独裁者试图避免的反对的代价高昂的回应。镇压抗议者几乎不是赢得支持战争的人心的途径。事实上，克里姆林宫投入了如此多的努力来镇压哪怕是轻微的抗议战争的行为，暗示了他的关注程度。普京似乎了解战争伤亡的政治风险。在9月宣布部分动员后，超过20万俄罗斯人逃离该国。当时 65% 的俄罗斯人对总动员的前景表示担忧。对伤亡的担忧可能影响了普京决定以相对较小的兵力对基辅进行雷击的决定。他认为使用压倒性的火力和庞大的军事力量来制服基辅会产生更少的伤亡，这将导致更大的伤亡。同样，在叙利亚，俄罗斯的战术很少让俄罗斯士兵处于危险之中，也许是希望防止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变得不那么受欢迎。利用旅游业深入了解北韩。外交官，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爆发之前，朝鲜对入境旅游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每年接待约20万名外国游客，主要来自中国。入境旅游不受制裁，因此是赚取外汇的合法手段。金正恩政府允许入境旅游的目标一直很明确，这是一种赚取外汇的手段，同时保持对政权叙事的控制。朝鲜于1987年加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WTO 时开始接受日本游客。日本与北韩没有外交关系，并对该国实施了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尽管如此，近年来每年约有300名日本游客访问朝鲜。然而，朝鲜甚至在2020年1月中国封锁武汉之前就暂停了对游客的接待，并在10天后暂停了所有国际航班和火车。这是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结果。据报道，朝鲜将于今年10月在元山组织一场国际马拉松比赛，已经宣布了一条路线，它的卖点是它是平坦的，对跑步者友好，因为它沿着海岸。该计划是根据冠状病毒的情况，吸引来自海外的1500名跑步者。欢迎外国游客的经济利益可能与北韩通过更多导弹试验加强威慑的军事利益相冲突。入境旅游的重新开放或不开放，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晴雨表，可以衡量朝鲜是否会在今年秋天朝鲜建国75周年之前恢复对话。土耳其仍在应对埃尔多安经济的余震。外交政策，土耳其的经济危机可能对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在6月竞选连任构成挑战。通货膨胀率已达到 14.2%， 为9年来的最高水准，远高于央行 5% 的目标。自去年以来，里拉已经暴跌了近 40%。分析人士认为，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土耳其总统的结果，他独特的经济政策旨在保持强劲的增长，但反而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危机。埃尔多安坚持认为，即使通货膨胀开始猖獗，利率也会继续下降，以保持增长的幻觉。
分析人士担心，这种经济混乱将阻碍政府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例如今年早些时候震撼土耳其东南部的毁灭性地震。世界银行估计直接有形损失为342亿美元，但经济学家警告说，全面重建和恢复的成本可能要高得多。新乌兹别克的老把戏，宪法改革和民众合法性。外交官，乌兹别克议会已定于4月30日举行关于宪法改革的全国公投。大幅修订的宪法包括对总统任期限制的修改，导致一些观察家推测，公投背后的主要动机是使沙夫卡特·米尔季约耶夫总统能够寻求第3或第4任期。米尔季约耶夫在他的前任伊斯兰·卡里莫夫去世后于2016年上台，并启动了旨在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改善经济的大规模变革性改革。然而，公投引发了人们对乌兹别克解冻是否即将结束的担忧。米尔季约耶夫的领导风格拥抱政治合法性的转变，强调切实的社会经济改善，而不是在纸上做出承诺。他还树立了改革派的声誉，并在经历了10年的国际孤立之后，向外部世界开放了乌兹别克，促进了中亚的区域合作。任何偏离这条道路的行为都可能危及米尔季约耶夫的民众合法性。公投被描绘成对米尔季约耶夫统治的事实上的信任投票，时机至关重要，因为他的改革受欢迎程度正处于转捩点。然而，结果是注定的。目前尚不清楚政府是否会继续推进改革或搁置改革，冒着合法性危机的风险。随着乌兹别克接近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能是该政权的巨大挑战。谢谢收看评论简报。